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做手术当天，我给老婆打电话，她却全部挂断。等我从病床上颤颤巍巍地走下来时，却发现我老婆就在隔壁照顾她的初恋。她小心翼翼地为那个男人盖被子，柔情蜜意地拿指尖轻轻点男人的鼻尖。明明我们才是结婚10年的夫妻，他的心里却只有初恋。我心灰意冷，提出了离婚，他却大骂：离婚就离婚，当初瞎了眼才嫁你这么个小职员。可他不知道，我是首富流落在外的孙子。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腹部因为刚做了手术的原因，疼得我直冒冷汗，扶着墙也站不住。本来希望老婆能守在我身边，口渴帮我倒杯水，可给老婆打的电话全部被挂断了。我只能自己咬着牙，一步一抖地扶着墙，自己出去打水。结果才转出门，我的视线里立刻浮现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挂断我所有电话，不理会我一个人做手术的老婆，现在正像小女生一样守在她初恋李月阳身边。她笑眯眯地趴着，离李月阳的距离近到几乎只有一个指节的距离，一边嘴上甜蜜蜜念叨着：笨蛋，你发烧了，要是没有我照顾你，你一个人得多难挨啊！一边指尖顺着李月阳的鼻尖、睫毛、脸颊轻轻地一下一下点着。看到这里，我刚被开刀又缝了8针的腹部，简直绞痛的快把我折磨到直接倒在地上。这还没完，我咬着牙想往前走点，就看见我老婆拿起一旁的手机，先是面色不耐烦，厌恶的嘀咕：真是没眼色的东西，一天到晚粘人，打，死人了呀！一天打电话，大概是在讲我。我心头一刺，就又听到我老婆声音命令似的拨打给我老爸电话。我老爸最近来这边看我，顺便在我们家里帮忙做点家务。而我老婆打电话开口第一句就是：喂，你儿子最近身体不太好，你煲点鸡汤给送到医院来呀，不用专门进来，放门房我去取就行。对面老爸听是我，立刻应下。我老婆挂断电话以后，则又双手托腮，就差亲密的在他初恋脸上亲一口。他说：岳阳，已经交代人给你煲鸡汤了，发烧肯定很快就能好的，放心啊，这几天我都会好好照顾你的。我再也忍不下去，手指扣着墙壁，带着阵阵冷汗，昏昏沉沉地站在我老婆面前。她有点惊讶我的出现，但是目光除了一瞬的奇怪以外，没注意到我做手术的虚弱，反而充满了厌恶和恶心。双手交叉，我老婆宋媛媛声音冰冷：你怎么在这儿？不好好去工作挣钱，在这儿干什么？难道是为了见我，专门搞跟踪？江言霄，怎么时间越长你越让人讨厌呢？你……宋媛媛的话一句句砸进我心里，我脑海忽然就浮现他这么多年来越来越冷淡的态度，浮现他对李月阳的事事关心，对我的不闻不问，甚至厌恶。我艰难地开口，定了定，还是说道：宋媛媛，我们离婚吧。时间突然就寂静了几秒，宋媛媛目光从穿上发烧的李月阳身上扫过，又拧眉看向我：不就是好朋友吗？你个大男人家的，这么小气干嘛？我看着他不说话，这已经不是朋友不朋友的问题了。宋媛媛却好像被我的沉默激得恼怒，疼得站起来，神情张牙舞爪，但声音又怕吵着睡觉的李月阳，刻意压着：离婚就离婚，我早就受够你了。我家好歹是有公司的，当初瞎了眼才嫁你这么个小职员。呵呵，别忘了，当初是你追的我，一开始配不上我的人也是你。
离婚？好啊，签，来签。我早就准备好了。宋媛媛一气呵成，从背后的包里拿出合同来。我本就疼得快死的心又被顿顿地捶一下。没什么，看样子他似乎很久以前就思考过如何甩掉我了。我3年的追求，10年的掏心掏肺，在他这里都是一厢情愿的笑话和配不上的轻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可笑，我低低的笑出声，毫不犹豫地接过了笔，要下手。偏偏宋媛媛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还强调了句：“你可是追了我3年，又和我结婚10年的呀，签了咱俩就彻底掰了。”我懂，我知道，于是更加毫不犹豫地签下字，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一个人咬牙忍痛地打车回到家里，虚弱地推开即将不是我家的家门。我老爸的快笑烂的脸闯入我眼帘，他问我：“儿啊，鸡汤好喝吗？身体怎么了？爸有好事告诉你。”我几乎抑制不住自己因心痛而落下的泪，好半天挤出一句：“爸，我们离婚了。”鸡汤我没喝到，甚至我爱到骨子里的女人，连我的伤势都没看出来一眼。我做手术，他不闻不问。他初恋发个烧，他的担心却能惊天动地。爸，我的眼睛开始雾蒙蒙，心灵和身体的双重疼痛让我下意识地往下倒去。我无力又悲哀地长叹：“收拾东西吧，我们该离开这个地方了。离婚了。”他说房子和财产都归他。老爸没说话。我本来以为他是在想着怎么安慰我，或是想着我们这俩身无分文的人该何去何从。结果老爸笑出声来，笑嘻嘻地坐在我身边，轻轻拍我肩膀，又压低声音，像在说什么惊天秘密一样，附在我耳畔，说着：“嘿，没事。”我说了有好事，那就是你老爸我今天刚刚被确认是江氏集团丢了40年的甄少爷。没错，就是那个世界10强的江氏集团。你老爸我是独子，你爷爷让我们今天速速回去认祖归宗呢。我惊了，惊惊战战，平凡又普通的活了30年，居然摇身一变，凭空变成富3代了。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我老爸已经双手插兜，昂首挺胸地站起，戴起了不知从哪儿掏出的墨镜，回头对我挑眉：“外面劳斯莱斯等着，你小子收拾行李吧。”我如痴如呆地点点头。等到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一个小小的行李时，也才发现这么多年我努力工作挣的钱全部用来给宋媛媛买她喜欢的化妆品、香水和包包了。我的衣服、鞋子、裤子只有这么一个行李箱就能装满，可她的东西在这个家里却有2面墙壁外加一个专门的衣帽间那么多。可即便如此了，我爱她卑微到尘土里，她也没有在心里给我留一点的位置。悲从中来，我最后深深地看了眼这个自己依恋了10年的、用心血打理的家，拉着行李坐上了门外等着的劳斯莱斯。劳斯莱斯又平又稳，极度舒适。我睡了一觉起来，已经能和雄赳赳气昂昂的老爸目中无人一样，大步踏入江家这金碧辉煌的豪宅。豪宅的大堂，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古道先锋的老人，正是江氏集团的创始人，我爸的爸，我的爷爷江望天。他在看到我爸的瞬间，两眼泪汪汪，紧紧抱住我爸，就开始仰天痛哭。我爸也好像终于变成了一次小孩子，没有形象的把眼泪沾湿了我爷爷的衣服。父子俩好一顿深情对望。我爷爷缓缓把目光移到了我的身上，他定定看着我，忽然也笑了，挥挥手叫我过去。爷爷会点竹树，好孙子，你这是人中龙凤，魁月相加呀。
我们江家的企业以后就靠你发扬光大了。来人，把我公司80%的股份现在立刻转移到我好孙子的手下。我惊呆了，我那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老爸也惊了。老爸木讷地转头看向爷爷，指指自己。爷爷对他嘿嘿一笑，安慰道：“爸爸会看相，好儿子，你躺平就好，你儿子包你衣食无忧的。我老爸。”于是短短30分钟，我刷刷地签完合同，走完流程，又从名义富3代继续往上一跃，凭借我爷爷转移的资产，成为了世界第3富。一切都像梦一样玄幻。当我痴痴地看着自己银行卡里2只手数不过来的数字时，我爷爷凑到我身边，小老头摸摸自己的胡子，笑着说：“好孙子，集团已经交给你了。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办，那就是和宋氏联姻。”小老头一说到宋氏，我脑海里就全是宋媛媛的面孔，心脏一抽一抽的痛啊！我强挤出一抹笑来，表示自己还不想这么快就走进一段新的感情。爷爷毫不留情冲着我后脑勺一打，龇牙咧嘴：“姻缘呐，上天安排的最大，你爷爷我说去，你就给我去。”我吃痛地点点头，心里还是想着宋媛媛。我从前还一直以为宋媛媛就是我的天命，我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可结果呢，还不是爱时一个样，不爱了又一个样。但终究拗不过我爷爷，我只好伏低做小，去了相亲现场。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不是，爷爷，你也没说，我相亲对象是未婚先孕，已经带着肚子的女生吧？而且凑近看，更是叫我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姓宋的，我可再熟悉不过了。穿着红色的小礼裙，漂亮的头发顺着白皙的脖颈从一侧倾泻而下，那双顾盼神飞的眼睛，那张巧夺天工的脸，除了我大学时我的直系学妹宋婉棠，还能是谁？可她毕业时和前阵子还好好的，怎么转眼就未婚先孕了？提着嗓子往进走，我有点忐忑不安地坐在宋婉棠面前。宋婉棠本来翘着的二郎腿立刻就放下来，她脸上一种满不在乎、左顾右看的神情也转瞬变成了激动。下意识的，宋婉棠伸手紧紧抓住我，一种茉莉清香朝我扑面而来。我被她握住手，耳朵有点红，还是听她讲：“江学长，是你呀，你。”宋婉棠的目光迅速在我身上打量一遭，我这才想起自己为了不要随便把幸福交到一个势力拜金的女人手中，堪称穿得破破烂烂，要多穷酸有多穷酸。于是一时有点慌乱，我想开口解释，却又被宋婉棠打断。她疼得站起身来，拍拍自己的肚子，一个棉花护垫就从肚子里掉了出来，而那原本挺着的肚子也因此瞬间变得空瘪。少女盈盈一握的腰身隐约可见。嘿嘿，我是代替我闺蜜来搅浑她相亲的。她是宋家大小姐吗？但是不想随便嫁给那个什么刚回来的世界第3富。江学长，你来这儿是不是也是受人所托，希望搅黄这门亲事的？我想了想，我算是受爷爷所托，所以才来这儿，穿成这种破烂模样，倒也是想搅黄和宋家的联姻。于是点点头，宋婉棠立刻就眼睛一亮，凑上前来抱住我的胳膊，一边脑袋蹭蹭我，一边语气柔和地对我讲着这些年他自己的一些历程。越讲，宋婉棠的眼睛越亮，嘴角的笑意也越发明显，多到快要溢出来。我就想起从前在大学的时候，他也喜欢这样跟在我的身后，一天到晚也是叽叽喳喳的和我讲东讲西。他喜欢我，我一直知道，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心思都放在了宋媛媛身上，对于宋婉堂的接近，我便始终采取紧关窗门的做法。现在正是思绪飘荡，宋婉堂一个止步，忽然就一个侧身转到我面前，亮晶晶的眼睛和我直直对视。他双手背在身后，笑着问我：“学长，是这样的，我家里爸妈最近总是催婚嘛，我也是因为实在太烦家里大人催婚那一套，才自愿替我闺蜜出场搅浑她的相亲。结果呢，你这边也是那富豪混小子派来搅浑亲事的。既然如此，我们久别重逢，不如你就凑合凑合，和我扯个证，应付一下我家里。”这建议太突然，我心里却下意识觉得这对宋婉堂似乎有点不尊敬。宋婉堂也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拉着我的手一晃一晃的，又说：“你放心，我们家也没钱，不用你出彩礼，不用你买车买房，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两个人一起奋斗的。”这话叫我眼眶猛然一湿，和记忆里宋媛媛那些刺耳刻薄的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头脑一热，心脏乱七八糟，一顿瞎跳，想着我超有钱，什么也给你，张嘴竟是就应下了宋婉堂。好，那就我们结婚。空气凝滞了，我对面的宋婉堂似乎因为开心，眼睛中氤氲起了雾气。我心下软成一片，抬手想给他擦，身后却忽然响起一道声音：“哟，这是谁呀？江言霄，你是后悔了？后悔离开我这么个大金主了？后悔抛弃我这么个糟糠妻了？所以专门追到这么高档的地方来求我回心转意？还是你穿得这么破破烂烂，是离开我，穷得活不下去了，专门来这里打工？”语气揶揄，面部的表情满是不屑和嘲笑。我捏着拳头，缓慢转身，手里拿着购物袋的宋媛媛，傲慢又轻佻地出现在我面前。宋媛媛身后还站着她那关系可以亲密到亲脸颊的初恋李月阳。李月阳在看到我的一瞬间，眉毛得意地挑了挑，挑衅地搂了搂宋媛媛的肩膀。但是忽然接到了电话，便暂且转身走到远处去。我低下眼眸，好好无意一扫，就看清宋媛媛手里拿的是给李月阳买的男士内裤，还有李月阳陪她买的女士内衣。可分明那个李月阳也是有老婆的人，这两个人打着初恋的名义，做事却这样的没有分寸。我没忍住，不屑地笑出声。笑什么笑？宋媛媛眉头皱紧，看了眼自己手里拿的男士内裤，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起，结婚10年，她连一件衣服都没给我买过，更别提内裤了。反正宋媛媛是说，江言霄，这不过就是好朋友之间的相互照顾罢了。何况你知道这些贴身衣服多少钱吗？3万，不是你身上3块的便宜货。哼哼。像你这种不努力不上进的人，一辈子也买不起，你还和我离婚？你现在哭去吧，哭都没地哭。我淡淡看着宋媛媛，懒得搭理她。身后的宋婉堂却开始替我打抱不平，蹭地站到我面前。宋婉堂伸手就抓住宋媛媛的衣领，语气冷得凝出冰来：“你凭什么说言霄学长不努力？就你这种垃圾！”也配和言霄学长在一起，气氛剑拔弩张。宋媛媛一点就着，扬起手来，似乎就要给宋婉堂一个巴掌。我眼疾手快地狠狠掐住她手腕，大概也是心虚。宋媛媛哼哼2声，手放下去了，话语上却仍旧不甘示弱。她状似高傲地说：“算了，穷酸女人，穷酸男人。你俩就凑一对吧，我们这种阶层、这种圈子里的人，只能找有钱的门当户对的，知道吗？最近世界10强的江氏集团，人家的嫡孙回来了，
世界第3副呢？我要嫁也是嫁那种天之骄子的，可不是你俩这种烟杂玩意儿。我记得宋媛媛家的公司，也就是规模100万的小型公司，和她嘴里讲的那种圈子阶层，大概也是挂不上钩的。更重要的是，真的好好笑。她不知道，她现在嘴里说的天之骄子和烟杂玩意儿都是我。于是强忍着笑意，我双手插兜，尽量保持冷静地对宋媛媛说道：“别痴心妄想了，人家世界第3副看不上你。”宋媛媛眯着眼睛瞪我，拳头攥紧。而远处打完电话的李月阳又走过来，不明所以得还得意地朝着我笑，故意拿手指勾了勾宋媛媛的脸颊。我便继续补充一句：“何况你现在一边和你初恋搞着暧昧，一边说着要嫁给别人，你想想合适吗？”说到这里，李月阳脸色一白，转头看向宋媛媛。宋媛媛轻身一侧，躲开了，语气还是那样高高在上，强硬挤出笑来，声音很大地回对我：“呵，江言霄，是你不识好歹，你现在管我那么多干什么？如果不是你没有脑子和我离婚，我也不会有机会重新找个门当户对的，不会有机会去攀上人家世界第3副的高枝。你还不知道吧？”我歪歪脑袋，轻声问他：“知道什么？”宋媛媛脑袋忽然就抬得很高，语调都跟着上扬：“后天，就在后天，我可是拿到了去江氏集团宴会的邀请函。到时候凭借我的美貌，迷倒世界第3副，那不信手拈来，轻而易举。而你这种下等人，就在外面瞪大眼睛，好好看着吧。毕竟那种高端场所，也不是你这种人能进得去的。”身后的宋婉堂听到宋媛媛这样侮辱我感觉她立刻又要冲上来大战一场。可是没有必要和宋媛媛在这里浪费自己的精力。我轻轻拉住宋婉堂的手腕，对宋媛媛点点头，风淡云轻地说道：“哦，那可未必。既然如此，不如就后天见喽。我倒要看看你是要怎么用自己的美貌迷倒世界第3副。”不再理会宋媛媛和李月阳，我拉着宋婉堂转身离开。身后传来宋媛媛疯狂砸东西和李月阳吵架的声音。我对一旁的经理给了个眼神，轻轻动手指，示意把这俩玩意儿赶出去。笑死，差点忘记，就连这高档场所现在也在我的名下喽。言霄，可以这么叫你吗？离开后，宋婉堂拉住我袖子，声音里带着点忐忑地问道。我看着他的模样，心里甜得软成一片，挥了挥刚刚领到手不久的结婚证，笑着回复：“当然可以，别的称呼也可以，老婆。”宋婉堂的脸颊登时红成了一片，她声音极低地叫我一声老公，然后就抬起头来，拿秋波一样温柔的眼睛盯着我看，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看得我都有些疑惑了。她笑了，安慰我一般拍拍我肩膀：“没事的，老公。对付宋媛媛那样的坏女人，必要的时候就该装一装。还有，你别担心，晚上我有惊喜给你。”我懵了好半天反应过来，宋婉堂肯定是以为我又穷又没地位，根本混不进去江家那种高档的宴会，伸出手想拉住宋婉堂解释一下。宋婉堂已经一溜烟跑得没影，于是我只能苦苦地等到晚上。等到了宋婉堂笑意盈盈地背着双手，脚步轻轻地朝着我走来：“老公，看这是什么？”宋婉堂把身后的定制西装一下子举到我的面前，我还呆愣了一下，结果下一秒他又把掌心摊开，将2张很豪华的邀请函摆在我的面前。宋婉堂嘿嘿地笑，一边晃着金光闪闪的邀请函，一边解释：“嘿嘿，我有亲戚在江家工作，
是江家那个少爷的贴身助理。这2张邀请函是我托亲戚拿来的。老公，宴会上你就穿上这一身，拿着邀请函，光明正大的进去。我心情沉重地接过那2张邀请函。邀请函的设计还是我祖父王特助设计的，可问题是，我从没听说过王特助有姓宋的亲戚啊。心里一上一下，我心里逐渐浮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猜想。偏偏宋婉堂的手机来电，他对我笑笑，跑出去接电话。我摸着价值不菲的西装，眼睛有雾气涌上来，使劲儿将眼泪往回收了收。靠近门口，果然听到宋婉堂在和手机对面压低了声音的在交谈。宋婉堂说：“张妈，你别说了，我不管，我的老公只能是严潇学长一个人，我们已经领证了，你转告我爸妈，别想再逼着我嫁给什么世界第3富，我看不上。还有，邀请函我收到了，我到时候会和我的老公一起出席。你不准暴露我宋家大小姐的身份，千万不能伤害我老公的自尊心。他已经很努力了，我以后也会和他一起努力。”短短几句话，我弄清楚了一切。宋婉堂就是宋家的大小姐，她只是当天看到了来者是我，才决定放低身份和我在一起。她还不知道我就是那个世界第3富。可即便如此，他也对我如此掏心掏肺，情真意切。眼泪再次不听话地涌了上来，我的指尖触摸到西装，想要坦白的话堵塞在喉咙。想了想，终归是不急，就当作是个惊喜，在宴会上带他去见我的家人，那时候他自然会明白一切。怀揣着这样的心思，我挽着宋婉堂踏进了我们江家自己举办的宴会现场。宋婉堂为了表现的自己真的很穷，尤其是和我一样穷，进门又是故意假装被门槛绊倒，又是假装头一次看到那么豪华的吊坠，那么名贵的酒品和甜点。但是他表演的动作太浮夸了，眼睛慢一秒绽放出后知后觉的惊讶，感叹都说出口了，人又想起来拿手捂着嘴巴这种惊讶时才有的动作。做到这一步，他还没忘暗戳戳鼓励我：“没事的，老公，反正我们是光明正大进来的，我们继续努力，总有一天可以在这样的场合进出自如。”宋婉堂的神情真的好认真，勾人的可爱。我痴痴笑着，伸手勾了勾他鼻尖，小腿后面却忽然被很尖的东西戳了戳。回头看，又是宋媛媛，她拿高跟鞋的尖头嫌弃地替我小腿处，眼神往地下看，顺便随意地吩咐道：“喂，偷摸溜进来的，弯腰给本小姐把你脚边的珍珠耳坠捡起来，还给我。”我慢慢转身，看了眼地上好巧不巧在我脚边的珍珠耳坠，没多想，一脚就踹到别的地方去，不说话，看着宋媛媛，意思是自己去别的地方捡去。宋媛媛立刻就恼了，又顾忌现场名媛和豪门公子这么多，只好死死瞪着我，嘴角一扯，再次开始攻击：“江言潇，长能耐了你！真以为借个钱偷个邀请函，穿的人模狗样的进来就能和我平起平坐了？告诉你，不管你多想在我宋媛媛面前装成一种成功人士的样子，你在我这儿永远连条狗都比不上。你不可能忘了以前你怎么追我的是吧？下雨天舔狗一样，自己没钱，硬生生跑了5、6公里来接我，挤出来的钱就为了专门给我打车把我送回家。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一句想吃黄焖鸡你就起床，跑了10多条小巷给我买我要吃的那家。哦，还有我那时候发烧了，你不也跟着不眠不休地照顾我1个多礼拜吗？江言潇，死舔狗！
你做的那些事情啊，在我这儿都不算什么，就算没有你，多的是人排队向我献殷勤。宋媛媛喋喋不休，也是奇怪，明明和他的感情都翻篇那么久了，在他提起这些的时候，我的心竟然又像被钝刀一刀一刀凿下去那样，生生的疼。就连腹部的手术伤口，似乎也开始隐隐泛疼，疼得我直冒冷汗，有点无力地闭上眼睛。我咬牙正当反击，身旁的宋婉堂已经非常利索地把一整杯红酒刷的全部泼在了宋媛媛脸上。宋婉堂阴冷地看着宋媛媛，厉声喝止：“闭上你的臭嘴！宋媛媛，你再说一句，我不介意现在就让你被人拖出去。”宋媛媛在一瞬间被宋婉堂的气势唬住了，但很快反应过来，抬起手张牙舞爪的就要打过来。因为声音很大，场面寂静了，都朝着这边看过来。一瞬只能听到宋媛媛哭丧一样无理的要求：“死贱人，你给我跪下来道歉，赔我礼服，这可是巴黎时装秀的最新款，你个穷货赔得起吗？还把我拖出去！你……”我伸手就把宋媛媛直接推倒在地上，省得她对宋婉堂造成什么伤害。宋媛媛本来就像落汤鸡一样，浑身是红酒，被我这么一推，狼狈地倒在地上，眼泪说来就来，还是一副自己很无辜、受了很多欺负的样子。她颤抖着伸手指向我，声音凄楚：“江言霄，你居然动手打我！你下得了手？你以前说的明明是会保护我一生一世，明明说的是永远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现在居然背叛我到这个地步！好啊好，江言霄，你等着，我马上就找到世界第3副，让他来好好惩治你这个恶人，让他查查到底是哪个下贱的东西把你这个穷鬼放进来了。来人，来人！”宋媛媛叫啊，我就缓缓地蹲下身来，带笑地看他，拉起宋婉堂的手，在手背上亲了一口，转头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宋媛媛，拜托你搞清楚，从前那些话我是对谁说的？是我的老婆，现在我老婆可是我身后的婉堂啊，干你屁事啊！”宋媛媛泪水连连地看我一眼，左顾右盼，似乎还在希冀寻找那个世界第3副的踪迹。我撇撇嘴，叹口气，好心告诉他：“至于你一直心心念念的世界第3副，抱歉，正是我这个你不识好歹的前夫啊！”话语落地，宋媛媛呆了，宋婉堂也惊了，所有的目光都凝滞在我的身上。在宋媛媛明显不相信还要发疯时，我爷爷来了，和蔼可亲，走到我面前，一句“孙子哟”，彻底把所有人漂浮的心干死了。于是宋媛媛开始神情慌乱地朝着我道歉，朝着我磕头，说是自己从前有眼不识泰山，是自己一时糊涂，所以才不小心把我从身边推开了。宋媛媛不顾形象，哭得梨花带雨，把自己弄得很惨，就为了让我多看她一眼，让我回心转意。可我只觉得烦，况且这么多人盯着她出洋相，我深知这对宋媛媛来说到底称得上怎样的惊天折磨，就挥挥手叫人把宋媛媛拖了出去，省得让整个宴会都不得安生。宋媛媛这边解决了，我才扭头松口气，胳膊处就被宋婉堂死死拽住了。他的眼神里还环绕着疑问，难以置信地问我：“你就是世界第3副当老公？一开始你就不是代替别人来搞砸相亲的？我爷爷给我指定的相亲对象，竟然一开始就是你！”我看着宋媛媛惊讶到合不拢嘴的模样，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实在是我一开始真以为他真像他口中说的那样家庭贫穷，怕把他吓走了。后来虽然发现了真相，
也只是更想给他个惊喜，不想贸然把本来很和缓的关系搞混。何况我的声音染着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笑意，顺带拉起了宋婉堂的手。何况无论你是贫穷的宋婉堂，还是宋家的那个大小姐，我手下的财产都已经有一半划分到你的名下。婉堂，我对你的爱，深情告白尚未说完，我后脑勺被人猛地一敲，吃痛转身。我那古道先锋的爷爷旁边站了位矮矮胖胖、圆圆滚滚的老人。我爷爷指着我笑，哈哈，死宋老头儿，我就说我算的一点没错，你孙女就是我孙子的天命良配吧？怎么样，甘拜下风？快叫我师哥！圆圆滚滚的宋老头儿眉毛一竖，双手背在身后，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叫，将不要脸的，应该是你叫我师哥。我就说我孙女的对象身高一定在1.86米，我手拿把掐的算了18遍，你非说身高只有1.8米，现在看来是你算错了，你没把师傅的术数继承好。我爷爷咬牙嘿嘿一笑，冲着我脑袋又是2下，低声说着：“你小子，你为啥不长1.8米？为啥非长1.86米啊？”让我颜面尽失，被这个死宋老头儿笑话。我那身高1.8米的老爸手里端着小蛋糕，悠悠路过，看见我和爷爷，咧嘴笑笑，蛋糕塞嘴里，找珠光宝气的富婆臭屁去了。我爷爷，你怎么又和江爷爷拿我开算？你俩要比竹数，去别地比去，小心我拿你上次竹数算错，炒股收益结果倒贴1亿的事情跟奶奶告状。这话就像魔咒。宋爷爷拉着我爷爷一溜烟跑的没影。我和宋婉堂再次坦白心声，我懂他对我的好，我懂他一直以来隐瞒身份就是为了照顾我那可怜的自尊心，我懂他的一切真心和真情，我爱他，我的心里装满了他，我想和他完完整整的从青丝走到白发。越说越激动，越说越颤抖，我的眼泪控制不住落下，在头脑冲动想要立刻询问宋婉堂是否愿意在最近和我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时，理智叫停了我。是的，为了保证婚礼的顺利进行，我必须先把宋媛媛这个障碍处理得干干净净。自从她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以后，又是骚扰的天天上门求我原谅，和我打虚幻的感情牌，又是在网上发一些悲春伤秋的话语，万字小作文控诉我的背叛和负心。我被冠上渣男的称号，不仅生活社交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公司市值大跳水，就连宋婉堂也跟着忧心忡忡，整天想东想西的帮我解决问题。舆论越演越烈，我直接反手将宋媛媛家族公司的所有资料全都晾在公众视线面前。其实本来可以直接利用我大企业的压力，直接收购或者把宋媛媛的公司搞破产的，可我觉得有点太便宜了她，摧毁掉宋媛媛最在乎的、最想要的，才是最大的惩罚。恰巧那个时期的宋媛媛经常和别人搞暧昧，公司里的活计都交给我来办，所以公司的架构和运营状况我都一清二楚，干脆把公司内里的腐败揭示，干脆把公司逃税漏税、黑色产业链的交易全都摆在明面上，把宋媛媛其实是个草包，所有计划书和项目都是我审批和运营的事实公之于众，把宋媛媛混乱的私生活、崩塌的价值观展现在众人面前。宋媛媛在乎的自己的公司的名声，在乎的自己的公司的身价，在乎的自己的公司的飞黄腾达的未来，都在警笛声响起的那个下午变成了泡沫。宋媛媛将带着她的罪名安稳坐牢20年，
而当一切烦心事随风而去，我也终于可以按耐住自己快要爆炸的心，郑重又激动地想哭地问我的爱人宋婉堂一句：“你愿意和我举行一场极其盛大的婚礼吗？我想把最好的都给你。”回答我的是宋婉堂轻之又轻的一个吻，他甜蜜的声音在我耳窝回旋。那句话是：“当然愿意，荣幸之至。”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